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艘满载犹太人的小船在河面上安静地前进。突然，前方亮起晃眼的大灯，是德国人的军船。顿时枪声四起，悲惨的犹太人纷纷倒在血泊中。瑞秋幸运地躲过了枪子，他见势不妙，立马遁入水中，不见踪影。德国人把尸体和行李拉到岸边，挨个搜刮，美钞、珠宝、金条，每个犹太人身上都带有大量的财物。为首的军官来到岸边，点了一根烟，他貌似对这次行动的游说很是满意。瑞秋的父母兄弟也在那艘船上，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家人，现在却全部躺在岸边，和瑞秋已经阴阳两隔。瑞秋也没有走远，他猫在水中的杂草中目睹了这一切，并把那名军官的肥头大耳的模样刻在了脑子里。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，瑞秋躺在棺材内伪装成尸体回到了城里。为了给家人报仇，他也选择了成为了组织的一员。为了躲避德国人的追杀，瑞秋改头换面，有了新的身份，还染了一头崭新的金发，这样就看起来不像犹太人了。组织里的任务也很快到来，瑞秋和一支小分队一起运送一批秘密物资。他和汉斯医生分到一组，假扮夫妻乘坐火车。突然，德国士兵把火车拦下来，要求检查每一件行李。汉斯让瑞秋拿着物资先去后面的车厢，然后找机会逃跑。但瑞秋路过一个包厢时，他看见里面只坐着一个德国军官，便灵机一动，自然而然地走了进去。军官见进来一名漂亮姑娘，主动展现自己的绅士风度。瑞秋也趁机和军官套近乎，介绍自己是一名歌手，而军官则是党卫军的上尉。上尉有个爱好，每驻扎一个地方就要搜集当地的邮票。他邀请瑞秋欣赏自己的集邮册。不识趣的卫兵闯进来想检查行李，结果当然是被轰走。瑞秋也顺利躲过了检查。一路上两人眉来眼去，下车分别后，上尉还一步三回头，满脸的依依不舍。但组织的运输任务也出现了意外，几名成员因此被德国人逮捕。为了把成员解救出来，领导给了瑞秋一项艰巨的任务，牺牲自己的色相接近上尉，并换取情报。瑞秋带着一套绝版邮票，主动前往德国人的总部找到上尉。上尉欢喜得不得了，于是带着瑞秋去参加晚上的宴会。宴会上，德国人歌唱得正高兴，瑞秋却赫然发现台上弹钢琴的人正是那个夜晚的大耳军官。惨痛血腥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，被这一击，瑞秋顿时感觉昏天黑地，奔去厕所抱着马桶狂吐。仇人相见，我先吐为敬。吐完后，上尉要求瑞秋来唱几首，给大家助助兴。瑞秋一个犹太人，居然要给纳粹分子唱歌助兴，还要看着眼前的仇人给自己弹琴伴奏。恶心的心加上恶心的事儿，那个年代谁都不容易。好在瑞秋的歌声很有穿透力，尤其穿过了上尉的心田。美人美酒加音乐，上尉的防线很快被破碎。酒过三巡，上尉把瑞秋领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缠绵之际，上尉突然发现，在瑞秋的金发下藏着一层黑，明显是染过。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，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活下来。”瑞秋大方地承认了，但上尉并没有把眼前的犹太女子抓起来，他没有抵得住美色的诱惑。上尉也给瑞秋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工作，帮忙筹备元首的生日庆典。一天，瑞秋在工作时碰见了一位老熟人，律师斯马尔。他的业务范围很广，一方面为犹太人保管资产，之前那些船上死去的犹太人身上的财物，全部都是从他这里取出来的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是抵抗组织的一员。他这次来到德军总部是作为组织的律师来和上尉谈判的。上尉也并不是个激进分子，他承诺只要抵抗组织能消停下来，自己愿意把人质都放了。当然，斯马尔来谈判只是个幌子，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给瑞秋带来窃听器。瑞秋也找准机会安装在了大耳朵军官的办公室里。组织很快窃听到了重要的情报，一个男人来到办公室和大耳朵军官交谈。瑞秋立马认出了这个声音，此人是一名当地的警察，正是他假扮抵抗组织的人找到瑞秋，告诉他有一艘船可以帮助犹太人逃离这里，但要带上足够的钱财以维持生计。结果上了圈套的犹太人一个个成了瓮中之鳖，只有瑞秋一个人侥幸逃脱。组织决定绑架军官，但是行动意外失败，警官也被失手杀死。一名重要卧底突然死亡，自然引起了德国人的警觉。当瑞秋回去找到上尉时，迎接他的不是温暖的被窝，而是冰冷的手枪。上尉在床上就地开审，一个漂亮的女人突然闯进他的生活，带着喜欢的邮票找到指挥部，然后又发现是个犹太人，紧接着最好的间谍就死了。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。瑞秋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在枪口的逼问下，只能交代出所有实情。但是瑞秋也甩出了女人的杀招：别说话，吻我。
果然，撒娇女人最好命。上尉继续偏袒自己的枕边的犹太间谍，并没有把他怎么样，反倒直接向上级举报了大尔的恶劣勾当。但大尔似乎早有准备，他把搜刮来的财宝藏在了别处。上级在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查出个所以然。不仅如此，大尔还立即展开报复，举报反弹。他向上级告发，上尉在和抵抗组织谈判，这可是叛国罪，是要杀头的。结果上尉检举不成，自己反倒成了阶下囚。这时，抵抗组织也策划好了营救行动。既然谈判这条路堵死，那就只能来硬的。瑞秋强烈要求，顺便也要把上尉救出来。当天晚上正是元首的生日庆典，瑞秋浓妆艳抹，继续在台上献唱，大尔却一脸奸笑地把他领下台跳舞。突然，地下室枪声四起，准备劫狱的组织中了德国人的埋伏，死伤非常惨重。只有汉斯医生一个人逃了回来。显然，真正的卧底潜伏在组织内部，而被大尔控制住的瑞秋则被带到了办公室。原来，大尔早就知道了窃听器的存在，他故意对着窃听器说出栽赃瑞秋的话。瑞秋无法反击，因为他的嘴已经被捂上。正在对面监听的组织并不知晓这一切，以为瑞秋真的出卖了他们，所有成员都对他恨之入骨，领导也发誓要杀了他。随后，大尔毁坏了窃听器，把瑞秋也关进了牢房。但是，一名上尉的心腹手下潜入监狱，把上尉和瑞秋救出。两人逃出德军总部，躲到荒郊野外的一艘小船里，享受安静的二人世界。没过多久，广播里传来消息，战争结束了。但是瑞秋的使命还没结束，因为他还没有揪出真正的叛徒。与此同时，大街上全是欢呼与掌声，当地军队正在举行胜利游行。瑞秋带着上尉穿过庆祝的人群，来找司马尔律师。瑞秋觉得司马尔应该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可谈话途中，一名歹徒趁虚而入，杀死了司马尔。上尉追了出去，却被路边的群众认出了是德国军官，再次扭送进了监狱。瑞秋也再次被捕获，所有人都还认为他是叛徒。在被捕之前，瑞秋从司马尔身上拿到了一本黑皮书，里面记录着事情所有的真相。在牢里，瑞秋遭受了非人的羞辱和虐待。汉斯医生赶来救出了瑞秋，在他的诊所里，瑞秋发现了几箱犹太人的财物。原来战争结束后，大尔连忙准备开船，带着财宝逃回德国。哪知汉斯早已埋伏在船上。汉斯杀了大尔后，也把所有的钱财据为己有。汉斯也被当成了战后英雄。汉斯告诉了瑞秋，上尉已经在牢里被处决的消息。再一次失去所爱之人的瑞秋痛不欲生。汉斯给他注了一针药物，才让瑞秋平静下来。而这针药物实际上是胰岛素，而且是致死量。胰岛素会降低人的血糖，但血糖过低会产生晕厥甚至死亡。注射完后，汉斯走出阳台，享受不明真相群众的欢呼。这个衣冠禽兽正是真正的叛徒。汉斯之前被德军逮捕过，为了保命，他和大尔达成了交易，利用医生的职务之便搜集犹太人的信息，然后把他们诱骗上船进行屠杀和掠夺。因为犹太人临走前都会去找司马尔拿钱，所以这些真相都被司马尔详细记录在了黑皮书里。而窃听器和劫狱计划的失败，自然也是他泄的密。趁着汉斯还在阳台，瑞秋赶紧吃了几块巧克力，补充了糖分，然后晕晕乎乎地逃出了诊所。瑞秋带着黑皮书去找组织领导，他向领导说明了一切。两人准备一起捉拿汉斯，却发现汉斯已经带着赃物潜逃。他让手下开着一辆灵车，把自己和财宝都装在棺材里。但是灵车很快就被瑞秋和领导拦了下来。瑞秋也趁机将棺材全部锁死，把汉斯闷死在了里面。10年后，瑞秋回到了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。他早已成家，有了几个孩子。原本以为幸福平静的生活会一直延续下去，可是地缘冲突让战争依旧如梦魇般挥之不去。影片一波三折，反转众多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对于在战争中的人的生动刻画。有的人选择当叛徒，有的人选择当英雄，有的人给钱卖命，有的人为义而死。人们赶走了法西斯，结果自己却变成了法西斯。人是复杂的，当你处于那样的洪流之中，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